我们现在来回顾这一章里头的一些重点。首先我们有介绍到一个天线，它主要的功能是传输或接收电磁波。那这个电磁波呢是在空间里头传输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范围就相当的大。所以你如果把一个天线放在一点来传输这个电磁波或者是接受电磁波的话呢，那它的这个样子看起来就像空间里头的一小点。所以通常我们分析的时候呢，都会是用这种spherical coordinate system， 也就是圆坐标来描述。那在第一小节里头，我特别提到通常会有3个步骤来分析它的场。第一个，你先把这个天线，如果说这个天线是一个 transmitting antenna 的话，也就是这个传输讯号的天线的话，那它上头有电流，把这个电流拿出来，算它的这个 vector potential，在这个 r 这个位置的 vector potential 把它算出来。算出来之后呢，你可以从这个 h 等于 1/mu curl of A 的这个公式呢，算出这个 magnetic field， 也就是说这个原场位置的 magnetic field。有了这个磁场的量之后，你可以用 Ampere's law 算出这个相对应的电场的值出来。所以这个是1、2、3个步骤来解这个天线的问题。然后呢，我们用最简单的一个 dipole antenna 来了解天线。那这个最简单的 dipole antenna 呢，是它的这个长度呢是远小于它的辐射的波长。这时候呢，这个位置这个电流跟这个方向的这个位置呢就没有关系，所以积分的时候变得很容易。那这个 Hertzian dipole 在进场的位置，也就是在这个接近这个 dipole 的位置呢，它的场型主要的场呢跟一般这个static field 的这个electric dipole 呢是一样的。那这个主要的场呢是不产生辐射。但是呢，在原场的地方就不一样了。在原场的部分呢，它的电场除以磁场呢，会等于这个 intrinsic wave impedance， 这个跟平面波的状况很像。所以你可以想见，如果说在很远的地方呢，这个辐射的这个波前呢越来越大，这时候呢，它就趋向一个平面波的一个波前。那同时呢，我们也探讨到所谓的这个radiation intensity pattern。那通常我们会把这个pattern 呢做一些切面的这个动作来了解它的辐射的强度。那譬如说这个Hertzian dipole antenna， 它的 radiation intensity 或者是 antenna pattern 呢，看起来像是一个甜甜圈的形状。那中间这个轴呢就是 dipole axis 的方向。如果说我们在这个vertical direction 上头呢切一刀下去的话，那你会看到这个所谓的 E plane 的radiation pattern。如果说在这个horizontal direction 上头你切一刀下去的话，你会看到这么一个所谓的 H plane 的 radiation pattern。那从这个radiation pattern 上头呢，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出，譬如说在这个 Z 的方向上头，也就是 dipole axis 的方向上头呢，这个 Hertzian dipole 是不产生辐射的。但是呢，最强的辐射呢，就是在这个90度的方向上头来。但是因为整个系统是轴对称，所以呢，你的 H plane 的 pattern 呢会是一个圆的形状，也就是在不同的这个 phi 的角度，它的 radiation intensity 是一样的。那这个 radiation pattern 非常的有用，所以呢，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下就是相关的描述。那我们在设计一个天线的时候呢，通常不是一个简单的 dipole antenna 的设计，而是会设定说它在某个方向上头的辐射特别强，其他方向呢就不需要有这个辐射出去，因为会是浪费能源。所以呢，这个是一个typical 的一个 antenna pattern， 也就是它辐射呢是朝向某个特定方向，但是呢它旁边呢还是有一些这个 sideband 的产生。那在设计上头，你会希望这个 sideband 的 power 呢越低越好。那你又希望这个这个 power 呢，它的 radiation power 能够集中在某个范围之内，所以呢也会定义出所谓的这个beam width 出来。
那在这个 case 里头呢，你可以定义就是半高宽当做它的这个 beam width，或者是呢定义就是两个零点之间的距离呢当做是它的 beam width，这是这个antenna pattern。同时呢我们在上一页已经稍微看到这个 Hertzian dipole 它的 radiation pattern 是类似甜甜圈的形状。那在这个定量上头的话，我们进一步的定义所谓的 antenna pattern function。这个 antenna pattern function 的话，基本上就是把它的average这个pointing vector 的 magnitude 呢，这个 power 这个 density 呢除以它的最大的值开根号，就得到这么一个antenna pattern function 出来。那这个antenna pattern function 可以很方便的让你看出就是哪个方向它的 radiation 最强，同时在计算上头的话会非常的有用。那所以呢，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如果把这个antenna pattern function 的平方对于这个立体角做一个积分的话，你会得到一个这个所谓的pattern solid angle。这个 pattern solid angle 它这个值呢，意思上头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所有的 radiation power 放到这么一个这个solid angle 里头，那它的 radiation的这个density 呢，就是它的 power density 呢，会是相当于 S maxima。所以呢你可以想见，就是说，在这么一个 pattern solid angle 里头，如果设定它的这个radiation 的这个power density 呢是 S maxima 的话，它所辐射出来的所有的这个 power 呢，会相当于这个真正的antenna 辐射出来的 power。那同时呢，我们也定义了所谓的 radiation intensity。那这个 radiation intensity 在 antenna theory 里头呢，基本上它就是 average radiation power per unit solid angle。因为在天线里头，我们在乎的是它的立体角里头有多少的这个功率，强度是多少。那它跟这个pointing vector 的关系呢，就是差了一个 r square 的 factor 在那个地方。好。那我们同时也介绍了所谓的 derivative gain。这个 derivative gain 呢，就是把真正的这个antenna pattern function 跟一个等向性的天线来做比较。这个等向性的天线呢，所辐射出来的功率跟这个真实的天线是一模一样。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你可以比对在哪个方向上头你的增加的这个辐射强度最多。譬如说，沿着这个方向。它的这个增加的方向最多，所以呢，我可以算出一个比值出来，也就是这条线对于这条线的这个比值 a 除以 b 的比值，我们把这个比值叫做 directivity。但是呢，你如果不选定一个特定方向的话呢，这两个这个蓝线对红线相对于这个原点的距离的这个比值呢，就叫做 derivative gain， 也就是 derivative gain。还是有方向的讯息在里头，但是 directivity 呢，就是沿着它最大的比值这个方向的一个值，把它算出来，就是叫做 directivity。好，最后呢，我们也介绍了所谓的 power gain。这个 power gain 呢，是把这个maximum radiation intensity 呢，放在这个楼上，然后把这个hypothetical 的这个antenna 的radiation这个 intensity 放在楼下，但是这个radiator 放进去的 power 呢，是你的总共的 input 的 power 在那个地方。OK， 总共的 input power 呢，包括了你丢掉的损耗的 power， 还有呢这个辐射的 power 在里头，所以必须小心，这个定义上头是 PI 不是 PR。那所以呢这项PI 里头有 PR 加上 P loss， 这个 P loss 就是 power loss 在这个 antenna 上头，所以呢你是可以计算的，也就是之前我们已经计算过，在这个金属的表面，它的这个 loss 呢会是这个公式跟这个 surface current 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必须知道这个 antenna 表面的 surface current， 然后把它平方乘上它的 surface resistance， 再乘上它的面积，就是你的这个 power loss。那 again 这个 PI 里头有两项，一个是 PR 加上 P loss。那 PR 的话是 radiation 的 power 的话，是可以从你的这个pointing vector
对于这个面做一个积分来算出来。所以呢，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也定义的一个东西叫做 radiation resistance。那这个是由电路上的定义来定义这个 radiation resistance，也就是这个 radiation resistance 呢，会是2倍的 radiation power 除以这个天线上头的电流。那我们有算了一下，就是 Hertzian dipole 它这个 radiation resistance 是多大。那有了这个 radiation resistance 跟 loss resistance 的这个值之后，我们可以去算，也就是电路上头的这个 radiation efficiency 是多少。那这个 radiation efficiency 呢是跟方向无关的，所以你只要把这个 radiation power 除以你的 input power， 也就是 output 除以 input 的话，你就得到你的这个辐射的效率。那这个结果呢，就是这2项的一个这个一个 ratio。那另外呢，我们可以从之前的一些定义，从这个Gp 跟 D 这些定义呢，也可以算出这个radiation efficiency， 它们的物理是相通的。那这个是这个整个16章里头所介绍的一些重点希望您能够喜欢跟理解，谢谢。